Hello，美业的小伙伴，大家好。现在给大家更新9个基本型的第一个型。那现在我们剪的这款呢是方形线条。那这款发型当中呢，会给大家讲解头发的划分线、头型、头骨以及头发的自然垂落以及我们的梳位。这款发型看起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线条，其实在我们裁剪过程当中呢，线条的叠加以及头发的自然落位，对我们发型师的一个掌控力和认知的能力有着很大的一个帮助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在演示这款发型当中呢，大家也能学到很多关于我们头发自然落位、划分、头型、头骨的一些问题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裁剪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。把所有的头发呢梳到自然垂落，然后找到我们头旋的位置，去连接我们的耳后点的位置。那这条线呢可以微微的斜向前一点。那连接前面这个点位的话，大家要记住啊，现在我们剪的是后区，以后区做一个参照面，剪一个方形的线条。那现在我们要与前后区的连接去剪我们侧部区的线条，所以这个点如果分得过于往前的情况下，我们以后面参照面进行去裁剪，就容易剪出一个三角的线。所以我们这个位置呢，分在耳后点的位置刚刚好。那我们等一下前后区进行衔接的时候呢，就会更容易找到我们的连接点。好，现在呢，从我们的头旋的位置去连接我们的耳后点，分出前后区。将我们前面头发呢，先给它夹起来。那我们在裁剪的时候呢，要确定一下我们的头位，特别是我们在裁剪真人的时候呢，要注意我们的模特他的头位是否是平视的，然后要确认一下我们客人的坐姿，让他平视前方进行裁剪。好，那我们再去分的时候呢，从中轴线给它分开，确定我们左右两边的大小。这条线一定要分对称啊，然后在我们进行划分的时候，我们能看到头骨的一个凹凸面，在我们枕骨以下进行去裁剪的时候呢，它是一条斜向前的一条拱桥的划分线。那在这里划分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划分线呢不要斜的过于的多，那大概呢是一个15度左右啊，不要超过15度。当然，如果说我们今天剪真人的时候呢，头骨如果比较平，我们可以呢将划分线稍微的平缓一点。如果头骨比较饱满的情况下呢，我们也可以呢稍微的高一点点，分一条拱桥的划分线。我们裁剪的时候要注意我们头发的水分，控制好水分等于控制好头发的一个自然的张力。那我们进行去裁剪的时候，我们横向的发片建议不要超过2公分，在2公分以内去裁剪，更容易让我们的切口呢达到一条水平线的状态。那我们在下刀之前呢，要看一下，在这个面它的这个头骨比较突出和比较凹进去的位置比较明显，所以我们进行去梳理的时候呢，我们梳子在贴近头皮的位置只有这么宽，也就是我们的剪切口不要一刀剪得太宽，这样子呢更不容易让头发找到落位。所以我们剪的时候呢，要把它刀口剪得稍微的偏小一点。在梳到自然垂落的时候呢，注意我们的梳子在第一片的时候是否与地面平行，这样子更容易让我们辨别这条切口是否是一个非常平的一个切口。好，梳子梳进去，找到我们想要确定的长度，剪掉。那我们在剪的时候呢，要目视我们的前方，眼睛划分线、剪切线在一条平面上。
好，第二片，继续的向上1公分，宽度不要超过2厘米。我们在裁剪的时候，很多小伙伴它的右边很容易放长，然后我们在裁剪的时候呢，可以先剪我们的右边，剪左边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胳膊尽量的稍微往下降低一点点，使我们两边的长度呢更容易达到平衡。在所有的头发跨越我们转角线以外啊，这个是我们的转角点，跨越我们转角线以外，我们要将转角线以外的头发带到我们的正后方。在我们的后面呢，呈现一条直线。当这条线的头发过来以后呢，我们从后区进行去观察的时候呢，这里就会有一点点弧线。所以呢，我们看上去是一个水平的线条，其实在转角线以外呢，它是一条偏内弧的一条切口。在我们不确定两边长度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尽量的让我们的左侧的头发略微放长一点点。等我们剪完这一刀以后呢，再去确定一下我们两边的长度是否可以。如果有长出来，然后再把它梳到自然垂落，把这个角给它稍微的磨掉一点点。在我们初期进行训练的时候呢，有很多的设计师是一次性剪不好两边对称的，所以我们先剪右边，再剪左边的时候呢，可以把我们左边这片的切口略微的放长一点点，然后再次去梳到自然垂落去做一个对比，看一下我们这边如果长出来，再次给它做一些修剪。当我们多次去训练以后呢，我们就能够做到一次性把这个发片剪好。现在我们分的第3片头发，这片头发呢是我们枕骨点往下1公分。那现在这个发片呢，就和我们下面的发片的斜度呢，略微的就发生改变了。现在我们看这条发片是和我们第1片的头发呢，已经变得略微的平缓了。我们分到枕骨区以上的时候，发片将会把它变成一条水平的划分线。好，现在我们继续的将这个头发呢梳到自然垂落。梳下来的时候，切记梳子不要这样去压，或者是来回的去倒，然后我们尽量的让所有的头发梳在自然垂落的状态下，使它没有张力，然后再去控制好我们的切口。好，在下刀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斜进刀，当我们的刀进去以后呢，再把它转成水平。因为在往上叠加的时候，我们的线条就会越来越宽，所以我们下刀的时候会产生一些阻力，所以我们刀呢斜进去，再转平进行去剪切。建议大家不要一次性剪得太宽，因为大家看到这一条直的线条，其实它是长在这个圆柱的头型上的。如果我们一刀剪得很宽的话，我们的头发它是剪不好一条直线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再去剪切的时候呢，横向的切口也不要过于的宽。将我们转角线以外的头发带至我们的转角线以内，呈现这一条直线的切口。这条划分线现在已经是一个水平的划分线了。好，继续的梳到自然垂落。现在这个宽度已经跨得比较远了，所以我们再去梳过来的时候呢，一定是找到它自然落位以后，将这个头发呢带至我们的转角面以内，在后部区去建立我们的水平的方的线条。
所以在这片头发的控制是比较难一点的。带过来。对比下两边的长度，因为这片是我们横向最宽的一片，很难去控制两边的长短，所以我们剪了以后呢，尽量的将我们左侧放长一点，然后如果有点长，我们再次去把这个角给它磨掉一点点。在喷水的时候，注意我们的水呢喷成雾状，让所有的发丝呢在一个比较自然的状态下，不要喷到滴水。如果滴水的话，你的头发会过于的重。等一下它剪完以后，我们吹干以后，它会弹上去，所以水分也是非常重要的。继续的水平划分线。收下来。越往上进行裁剪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头发越接近我们头旋的位置。那在我们头旋的位置呢，所有头发的毛流生长方向，它的自然落位已经不是在我们的正后方了，它已经会达到一个四面八方扩散的一个面。所以我们再去梳理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找到头发的自然落位点，也就是它长在哪个位置，我们就在哪个位置进行去梳理。比如说它长在后区，我们就在后区梳理；长在侧区，我们就在侧区梳理。如果去两个面中间的这个位置呢，我们就在中间的位置进行去梳理，所以我们要找到它的自然落位点。好，现在梳子呢继续的梳到自然垂落。注意我们没有给头发施加很大的一个压力。好，带至我们的转角线。最后一片，越往上梳，头发的落点越是不同的，所以我们在去梳理的时候呢，不要把它梳到我们的正后方，它的位置呢是有左有右，所以呢有中间的，我们要找到它生长的位置进行去梳理。如果我们再去剪真人的时候，这个位置有一个头旋，或者是有一些翘起来的张力比较大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将这片头发呢夹起来，不要去管它。然后我们最后吹干了以后，再将它头发找到自然落位的时候呢，给它沿着底下的长度进行去剪掉就可以了。
这样我们后区的这条线条就剪好了，它所有的头发呢与地面呈一个水平的状态。那我们仔细观察呢，两边的角呢略微比中间呢长出一点点啊，这样子呢，我们后区在后部呢就能看到是一个水平面的一个线条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进行去剪侧区的头发。现在我们继续呢，从中轴线将它头发分开。中轴线的位置呢是在我们的中心点，垂直向上。在侧部区去建立一个方的线条是相对的比后区要难一点，因为前区的头发呢，它的发际线，然后耳朵这一些的张力是比较大的，所以我们去观察，在这个位置和我们的耳朵后面这个位置，在这两片的头发呢是非常容易剪短的，也不是说我们剪的短，就是我们在看剪切完以后是一个方的线条，然后当吹干了以后呢，由于我们耳朵的支撑力以及头发发际线的高度，在这些位置呢经常会剪短掉，也就是它会弹上去，所以我们再去剪切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我们头发的一个自然垂落的一个拉力。所以我们进行去梳头发的时候呢，也要注意啊，在这个地方我们分的不是一条水平的线条，我们的划分线呢，给它改成略微的向前去倾斜，也就是一个斜向前的划分线。同样还是每片发片的宽度呢，不要超过2厘米。好，那我们这样去剪的时候呢，看到前面发际线越来越高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手再去剪的时候呢，切口略微的往下压一点点，保证我们剪完以后前区这里发际线的位置呢，不要张力过于大，不要短上去。所以我们再去控制的时候呢，切口也可以平于我们的划分线进行去裁剪。那导线呢，就与我们的后部区过来，以后部区这个地方作为导线进行去裁剪。那我们去梳头发的时候，注意不要使劲的去拉这个头发，在梳完的时候，注意我们在耳朵这个地方的张力一定给它释放出来，切口给它略微的压低一点点。好，现在我们找到后区的导线，继续的给它剪完，压低一点我们的切口。现在我们剪的都是我们侧部区转角点以下的位置，大家能看到这一片头发剪完以后就是我们前面的头发了，这个片是我们的前侧点。在剪这片的时候呢，我们的侧部区是受到自然垂落进行去裁剪的，所以我们进行去观察的时候，要把它当成2个面，这个面啊转角区以上的头发，把它当成我们前面的头发，来转角区以后的头发，我们把它看成侧区的头发，这样去理解会更加的好控制这个切口。至于我们再去梳理的时候呢，梳子同样是梳到自然垂落，看到底下的引导线再进行去剪切，然后再去梳这个头发的时候呢，前区的头发可以略微的压低，大家能看到我的梳子呢有点向前啊，向前倾斜的。好，现在呢来到我们的转角区以上的头发了，在这里大家能看到啊，前区这里的头发，发际线的头发已经不会落在我们的侧面，它的落位呢是在我们的正前方。我们要想控制前后区的头发在一条线上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头发的张力给它计算进去。好，我们继续的分出一条水平偏斜向前的划分线，然后再去剪的时候呢，在这一块也就是我们发际线的位置，将这里头发呢略微的往后梳啊，梳到我们侧部面进行去裁剪。那我们再可以去借助一些辅助工具啊，比如说一些无痕夹，将这里的头发呢给它带到我们的侧面，然后我们再次去把它梳到自然垂落。
前面可以呢刻意的放长一点点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次去梳这个头发，找到它自然垂落的位置。这个时候我们能清晰的看到这里头发呢，它的落位是在我们的正前方。因为我们刚才往后带，那前面头发有一些自然的放长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将放长的这个角给它略微的剪掉，然后前区和后区的头发呢，看上去就会更加的吻合。好，梳到自然垂落，找到我们的引导线，找到它自己的垂落点，将前区延长的这些角给它拿走。好，这是我们最后一片。同样，我们还是要梳到它的自然垂落的位置，后面的头发一定要找到它的自然垂落的位置。好，再去梳的时候不要用力的去拉。那大家能看到我是在把发根梳好了以后呢，从发干的位置呢再次下梳子，所以我们发根的地方呢它是比较松的。好，我们侧部的线条呢就已经剪好了。像大家再去看湿发的时候呢，它是一个后面比前面略微高一点点的线条。等下我们吹干了以后呢，这个地方的张力会比较的大啊。我们有一些额头啊、颧骨啊、鼻梁啊，像这些地方的头发呢，像这些位置呢，会把我们的头发垫起来，也就是撑起来，再加上它的发际线很高，这前面头发很轻盈，没有很多头发将它做一个覆盖，所以呢，它这个地方很容易短上去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湿发的状态，当我们吹干了以后呢，它就更容易达到一条水平的线条。还是分一条微微斜向前的划分线。好，梳下来以后呢，看到我们后面头发的导线，然后呢，梳子继续的向前压一点点，然后我们去剪切的时候呢，看到后面的导线，以后区的头发向前去延伸。好，剪完第一片以后呢，我们来确定一下两边头发的长度。好，前面呢我们的头发有一些放长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将前面这个角呢给它拿走一点。现在这片头发呢，到我们转角区以上了，所以我们继续的要放长我们前面头发，然后确保它回位的时候呢，前面头发不会短掉。好，在这一片。
属于我们的前侧点的位置。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夹子，将前面的头发呢夹到固定到我们的后部，固定到我们的侧部面。好，回正以后，再将长出来这个角给它剪掉。切口注意还是要往前压一点点。找到我们每根头发的自然落位，所以我们要多梳几次，把我们前面的头发呢梳到我们的侧部。我们把最后中间这个角呢，给它做掉。我们把它吹干，做一个修饰。我们在吹风的时候呢，建议用9排梳进行去吹，因为它这个面比较容易吻合头骨。特别是我们再去剪这种线条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要把它吹成包裹的，要吹到它自然垂落，尽量的吹得直一点，当然也不要吹得过于的向外走。所以我们去吹的时候呢，是包发式的梳理。那头发呢，向我们的左面和我们的右面啊，然后轻轻的向上扫一下，左面右面进行去梳，尽量的吹到我们每根头发呢找到它自己的落位，千万不要把发根吹斜了，因为它会影响你最终落位下来所看到的切口。好，我们把它吹干以后呢，把这些头发梳下来，然后看到这些表面比较长出来的这些呢，我们用剪刀放平，跟着底下这些切口呢，去把外面的一层长出来呢，给它稍微的剪掉一点。那如果我们再去观察的时候呢，发现我们的内线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用剪刀垂直去点一下我们的这个内线。来，大家看一下，一条线条的组成，它不只是我们所看到的外面一层，它是由内线和外线2层线条组成的。当我们去平视的时候，我们能看到外面一层线条；当我们低头的时候，或者是我们蹲下去往上看的时候，我们能看到一条干净的内线。那当这2条线在一个水平面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与地面水平的一个切口，所以我们看上去就是一个很干净的线条。再去修饰的时候呢，把一些内线长出来的这些呢，给它稍微的点掉，因为内线在我们的枕骨区后面的话，它受所有的头发的压力也是最大的，所以这些地方我们在剪完以后呢，它是容易长出来一些，所以呢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做一些修饰。那在去做修饰的时候呢，
注意我们现在是在练习，所以我们不能将这个头发呢变得里短外长，所以呢把它修在一个水平面就可以了。那我们把这个头发梳到自然垂落的时候，我们能看到这个面它是一个平面，而不是一个内斜或外斜的面。当我们剪出来的时候，如果你的头发是一个外斜的切口面，那说明我们这条线是一个外线短内线长的。反过来，如果我们的外线和内线呈现一个朝内斜的切口，说明我们是外线长内线短的。所以我们现在0度自然垂落的线条进去修剪的时候呢，它保证是一个与地面内线外线水平的一个状态。好，这款发型我们就裁剪完毕。那我们在裁剪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我们头发的划分线在分区的时候呢，找到我们的头旋的位置，分到我们的耳后点，然后在静态区的时候，枕骨区以下用到拱桥的划分线，在分到枕骨区以上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划分线逐渐变成水平。然后在分侧区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划分线是一个斜向前的微微斜向前的划分线。再去剪到我们前侧点以前的头发，需要把头发呢带到我们的侧部，用夹子固定一下，延长一下我们前面的切口。然后再回到它自然垂落的位置呢，将长出来的角做一些去除。好，最后吹干修饰的技巧大家也记住了吗？那这款发型我们就到这里，下一款给大家裁剪我们的圆形线条。